在斗破苍穹的144集剧情中，云韵遭遇生死危机，萧炎带着青灵杀上花宗，萧炎终于再次见到云韵。随着药老复活后，凭借半圣级别强悍的实力逼退魂殿的2位天尊，让星陨阁名声大噪。没过多久，星陨阁要圣之名传遍整个中州。而就在此时，萧炎曾经的未婚妻纳兰嫣然到来，他深知如今萧炎的实力必定能解救他的老师云韵的危机，所以此刻的纳兰嫣然来到星陨阁见萧炎。在星陨阁的客厅里，萧炎走了进来，纳兰嫣然看到他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。这些年，萧炎在中州声名鹊起，成就非凡，这与他们在天山血潭分别时已大不相同。虽然心中难免有些苦涩，但纳兰嫣然很快调整好了情绪。他深知，如今自己与萧炎在身份和实力上都有巨大差距，曾经的骄傲在他面前已无足轻重。萧炎看到纳兰嫣然略显憔悴的面容，心中也不禁感慨，询问他当初匆匆离开天山血潭后的情况。纳兰嫣然回应说，当时有事，所以没有久留。此刻与萧炎交谈，他心中莫名紧张，毕竟星陨阁出了半圣强者的消息，在中州传得沸沸扬扬，这等强者对他来说遥不可及，而萧炎自身实力也让他难以企及。他历经多年，借助天山血潭之力，才侥幸突破到斗宗层次。萧炎见纳兰嫣然神情局促，猜到他此番前来定有要事。果然，纳兰嫣然犹豫许久后，请求萧炎出手帮助他的老师云韵。萧炎让他详细说明情况。云韵这位曾是加玛帝国最为高贵的女子，与萧炎有过一段特殊过往。当年萧炎与云岚宗为敌，身为宗主的云韵夹在中间，痛苦万分。后来萧炎覆灭云岚宗，云韵选择远离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萧炎渐渐理解了她的痛苦，心中对她有一丝歉意。这些年，云韵虽在中州听闻萧炎的事迹，却从未主动联系他，似乎想用这种方式逃避内心的痛苦。纳兰嫣然表示，此次前来是她自作主张，云韵并不允许她找萧炎帮忙。她开始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云韵和她来到中州后，加入了花宗。花宗是个特殊的宗门，只招收女性，且没有很强的侵略性，更像个隐士门派。云韵喜欢那里的氛围，便挂了个客卿长老的头衔。师徒2人在花宗一处山峰居住，这里还住着一位双腿瘫痪的老婆婆。老婆婆脾气刁钻古怪，一见到云韵就动手将她打伤。但云韵不仅不生气，还坚持给老婆婆送饭，这一送就是2年。2年后，老婆婆终于出了山洞，此时他们才知道，老婆婆自称花婆婆。1年后，花婆婆生命走到尽头，她用奇异手段将毕生斗气封印在云韵体内，还交给她一块玉牌，让她成为花宗宗主。这一切让云韵和纳兰嫣然都感到不可思议，因为之前检查时，老婆婆体内并无斗气，可最后却展现出斗尊巅峰的实力。云韵对当花宗宗主并无兴趣，安葬花婆婆后继续隐居。然而半年前，花宗现任代宗主解释，花宗底蕴深厚，只是老一辈强者大多在必死关，若他们在，代宗主也无法掌权。多数长老忠诚于花婆婆，认同她让云韵成为宗主的遗命。问题主要出在代宗主身上。萧炎听后面色稍缓，若只是代宗主从中作梗，事情相对好办。这时药老出现，鼓励萧炎前去花宗。萧炎本就心系云韵，当即决定前往。纳兰嫣然见到药老，显得十分拘束，毕竟药老在中州声望极高。药老提及花婆婆，原来他认识这位在中州成名甚早的奇女子。花婆婆当年精彩绝艳，只是后来受伤瘫痪，大限提前。药老感慨，云韵福缘深厚，能得到花婆婆的信任与传承。花婆婆一生孤傲，性子孤僻，却唯独信任云韵。药老提醒萧炎，花宗代宗主不足为惧，棘手的是他的男伴妖花邪君。为保萧炎安全，药老给了他一枚空间玉简，遇到危险捏碎玉简，他会立刻赶来。而且花宗一些老家伙受过药老恩惠，萧炎报出药老名号，他们不会为难。萧炎计划与青灵一同前往花宗，天火尊者和小医仙在闭关，不便打扰。以他如今的实力，面对7星斗尊也能全身而退。青灵召唤远古天蛇灵魂后，实力也能与6星斗尊匹敌。药老表示，会利用这段时间帮助天火尊者恢复巅峰实力，同时挖掘小医仙恶男毒体的潜力。等萧炎回来，2人实力将突飞猛进。药老还叮嘱萧炎，若有机会帮助云韵登上花宗宗主之位，如此星陨阁便能多一个可靠盟友。随后，萧炎、青灵和纳兰嫣然立刻启程。花宗位于中州西北，路途遥远，为节省时间，青灵召唤出9幽地冥蟒族强者3人，以其为坐骑赶路。在漫长的旅途中，萧炎抓紧时间与古灵冷火融合。古灵冷火与其他异火不同，它既冰冷又隐藏着炽热之力。萧炎将灵魂力量缓缓融入其中。由于古灵冷火曾被药老炼化多年，即便去除灵魂印记，对新主人仍有抗拒。但萧炎惊喜地发现，古灵冷火对他的接受度远超想象。原来当初药老曾将古灵冷火封印在萧炎体内，多年磨合让萧炎早已是他的第2主人。如今身份转变，两者的适应速度大幅提升。此后，萧炎每日沉浸在与古灵冷火的融合中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古灵冷火的抗拒性迅速减弱。在赶路途中，古灵冷火对萧炎的抗拒性被完全炼化。萧炎脸上
浮现淡淡的荧光和难以掩饰的欣喜。原本以为需要漫长时间才能化解古灵冷火的抗拒性，没想到在这短短10来日的赶路途中就大功告成。现在古灵冷火已完全与他融洽，随时可进行吞噬炼化。但萧炎并未冲动行事，他考虑到行程已快抵达花宗，而炼化古灵冷火耗时不短，当下决定先搁置此事，等解决云云的麻烦后再进行。他平复心情，按捺住眉心处燃烧的古灵冷火，向纳兰嫣然询问抵达花宗的时间。得知已进入西北地界，花宗近在咫尺。萧炎让青灵加快速度，随着花宗越来越近，他心中对云云的思念愈发强烈，迫不及待想见到她。青灵应下，驱使九幽地冥蟒加快飞行速度。3天后，萧炎3人在一片连绵山脉的半空降下速度。纳兰嫣然取出一块花瓣状物品，弹射进虚空，物品没入后，空间产生奇异波动，一道巨大的空间屏障出现在众人眼前。萧炎看到这庞大的空间屏障，不禁诧异。花宗虽无法独自开辟空间，却用此手段巧妙隐藏宗门，足见其用心。空间屏障波动裂开缝隙，纳兰嫣然率先进入，青灵收起九幽地冥蟒，与萧炎紧跟其后。一进入空间屏障，浓郁的花香扑面而来，其中还夹杂着强横的天地能量。萧炎惊叹眼前的景象。只见一片连绵无尽的花山，山峰种满鲜艳花朵，宛如花海。清风拂过，花瓣漫天飞舞，仿若仙境。青灵被美景陶醉，萧炎则敏锐地察觉到这片花海是一处隐藏着磅礴能量的阵法，花瓣飞舞都遵循特定的玄奥轨迹。纳兰嫣然证实了他的猜测，还提到这是花宗的护宗大阵，没有进入之法会迷失其中。萧炎嗅着花香，认出其中有在外界罕见的迷魂花。纳兰嫣然补充，还有其他奇花能增强迷魂花的效果。此时，隐隐传来一阵钟吟之声，纳兰嫣然脸色微变，催促众人赶紧跟上。他的飞行轨迹怪异，萧炎和青灵只得紧跟其后。在花海尽头是一片雄伟的山脉，山脉云雾缭绕，花朵点缀，险恶山峰上矗立着建筑物，能听到女子的嬉笑之声。山脉中央，一座高耸山峰拔地而起，山峰宽阔，建有许多建筑，山顶是一片巨大的青石广场，周围刻有花瓣纹路，异香缭绕。此刻广场周围站满了人，气氛凝重。广场中央，一男一女站立，女子身着雍容锦袍，绣着金线花纹，容貌不错，但单薄的红唇透着刻薄。她身旁的男子懒散地握着绣有美人图的纸扇，身材心长，容貌俊美且带着邪意，眉心的嫣红血点更添几分邪魅。钟吟声落下，锦袍女子眯起双眸，冷喝让云云现身。一道破风之声传来，云云侵略而至，落在广场上。她白衣白裙，青丝如瀑，绝色容颜充斥着空灵之色，双眸流转间尽显清风云淡，毫无争强好胜之心，可谓风华绝代。这几年的时光让她愈发迷人，令众人惊艳。不少花宗长老暗自点头，认可花婆婆将宗主之位传给她的决定。锦袍女子身旁的邪异男子看到云云，眼中闪过火热。锦袍女子见众人目光都汇聚在云云身上，心中极恨，冷嘲热讽。云云表示对宗主之位并无念想，希望锦袍女子不要再苦苦相逼。锦袍女子却不依不饶，要求云云交出花婆婆的毕生斗气，还称云云妄图染指宗主之位。云云无奈摇头，称若早知花婆婆身份，就不会救她，而斗气封印已融入自己体内，若锦袍女子想要，尽管来取。锦袍女子冷笑，瞥了一眼邪异男子，见他正盯着云云，顿时怒火中烧，与邪异男子准备联手对付云云。他还强调花宗规矩，伴侣可同时出手，嘲讽云云若有伴侣也可叫上。此话让不少花宗长老皱眉。云云微笑摇头，刚要回应，天际传来破风之声。萧炎如闪电般暴掠而来，出现在云云身旁，抓住她的玉手，说出肉麻戏谑的话。云云脸颊瞬间羞红。广场之上，众人的目光瞬间被那突兀闯入的男子吸引。只见他疾步上前，一把握住云云的玉手，刹那间，全场一片死寂，众人面面相觑，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摸不着头脑。云云的脸颊瞬间涨得通红，惊愕地盯着身旁带着戏谑笑容的青年。半晌后，终是忍不住失声惊呼：“萧炎，你怎么来了？”萧炎凝视着面前风华绝代的云云，声音不自觉地柔和下来：“你有难，我又怎能袖手旁观？”